前上线了一个基于人工智能的弹幕和评论的自净系统，我们起名叫 Avalon。对，这个名字我相信喜欢 Fate 的用户应该都很熟。然后这个系统它会根据用户对于弹幕的点赞和举报的数据，自动去识别不良的弹幕和违规的弹幕。目前这个系统每天可以自动化的处理超过70万条社区的负向的弹幕内容。其实我们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就是虽然有不少用户都在反馈啊，这个弹幕不好啊，这个评论不好，但是真正不良的弹幕和违规的弹幕，在我们整个弹幕池里面的占比不到1%。大家好，我是老费。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过，在国内一些主流网络平台，像 B 站、知乎、微博，会莫名其妙吞用户的评论，还不给通知，评论就突然蒸发了，好像根本就没存在过。甚至没有发什么极端的言论，不知道触发了哪些敏感词，平台说吞就吞，不给任何理由。欢迎来到新赛博时代。今天我们聊聊 AI 控评阿瓦隆系统。这个名字来源自动漫 Fate 系列作品中的一件宝具——遥远的理想乡，别名阿瓦隆。事情要从前一阵子的面筋哥事件说起。我是做流浪歌手的，有一次吧，我遇到这个朋友，就是他在外面是纯捡垃圾吃的，然后呢，我就看着也怪难受的。我们俩就是现在就成为组合流浪兄弟，他是我的兄弟。面筋哥本名程书林，因原创歌曲《烤面筋》而走红，全网粉丝超过800万。2024年6月27日，面筋哥被送入 ICU， 医生确诊为肝癌晚期。6月30日，面筋哥的家人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求助视频，透露了面筋哥的病情，并表示需要肝移植和治疗，治疗费用预计需要200多万元。面筋哥的家人表示，这几年的治疗费用都是由他们自己承担，目前已经几乎耗尽了所有积蓄。他们希望通过网络筹款来解决治疗费用的问题，并且承诺会透明化使用这些捐款。7月3日，面筋哥成功完成了肝移植手术，医生表示手术顺利，恶性肿瘤没有扩散。7月16日，面筋哥程书林录制了一段简短的视频，与大家分享他的平安。这也是他在转院接受肝脏移植及一系列手术治疗后近半个月来的首次露面。面筋哥的病情和治疗过程中，一些网友对他家人筹款的行为表示了质疑，担心捐款的去向和动机。事情发展到现在，绝大部分责任都在于面筋哥家属，尤其是翟某。既然面筋哥想活命，为何拖到本人昏迷才发视频？为何在面筋哥还醒着的时候不让本人出面发求助视频？一开始就本人出面，总比不知道哪蹦出来的家属的几个大小脸的求助效果要好得多。这病发展到现在不是1天2天的事，由此看来，所谓面筋哥家属就没和面筋哥好好沟通过。其次，既然都发求助视频了，为何不在一开始就把证明材料准备好？他的女儿到底是他女儿，还是 NCN 机构的？还有直播时那个女儿都在笑的事，是不是真的？在支出账单中出现了一位名为青春98的收款人，付款金额为5900元。这事情越来越扑朔迷离了。翟某直播为何对网友的合理质疑顾左右而言他，甚至直接断掉网友的声音？那态度仿佛不是他求网友捐钱，而是网友求他捐钱。是不是他觉得自己是100万粉丝网红的家属，其实连证都没领，天然的就具有面筋哥本人的公信力？他觉得网友给钱都是应该的，质疑是不该有的。毕竟面筋哥是100万粉丝的大网红嘛，所以在直播中颐指气使、傲慢狂妄，鼻孔都快翘上天了。一开始网友和翟某好好说话，翟某直播时，网友好声好气的和他连麦提出合理质疑，他怎么回答的？不是傻笑说几句莫名其妙的话装疯卖傻，就是不强行打断别人，最后看实在蒙不住了，就直接闭人家麦，还道德绑架网友，咒网友家人和面筋哥一样得癌症。网友一看，对，你不好好说话，咱也别绷着了，直接开骂吧。事情到这里开始，就已经不是真相与否的问题，而是转变为因网友和翟某互骂而不断升级的私仇的问题了。像翟某道德绑架网友说的那句，网友们有时间质疑，为何不关心面筋哥怎样？说句难听的，面筋哥是网友们的爹吗？和网友们有什么关系吗？
军事情分不坚是本分，凭什么连质疑都不能质疑，就要无条件相信你们？平面金哥是几百万粉丝的网红，但是网友被翟某道德绑架，家里人被翟某诅咒，是实打实的和网友自身有关系的。面筋哥100万粉丝网红的身份似乎给了翟某很大的底气，于是他在直播中蔑视网友，傲慢地对待网友提出的质疑。很快他就得到了网友们如山如海的符合他自身实际地位的评价。事情到了这里，关心面筋哥的网友和质疑家属的网友开始选边站队，已经转换为因两拨人互相质疑和相互攻击不断上升的私人仇恨了。至此，互相质疑、控评和删除以及禁止弹幕，有大量细心网友才发现是 B 站阿瓦隆系统在操作，包括还是相对支持方的回复动态也被删了，涉及到关键字也被自动屏蔽了。最令人恼火的地方在于，他吞评论没有任何提示，没有任何确定的规律，打字半天发出去后消失。这套系统比老旧的同类系统强太多了，它的主旨在于不让你察觉的给你制造一个茧，非常有创意。其实吞评系统早已有之，但类似的系统都是通过大数据 AI 深度学习生成模型再进行自动化处理的。这种系统虽然可恨，但它能制造出三赢的情况，越来越多的平台采用了这种手段。一方面，大部分被删评用户在不知道评论被删的情况下，是不会去重复看自己的评论，发出后只会以为 B 站放宽了审核，自己能够畅所欲言。另一方面值得限制是，其他用户不会看到争议言论，所有人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其乐融融地生活在阿瓦隆构建的乌托邦里。最后，这套系统为平台省去了大量人力成本，而且因为用户对阿瓦隆感受不强，平台哪怕错杀1万也无所谓。更进一步说，阿瓦隆可以把所有原本模棱两可的评论都一刀被斩掉，就好比某些不可说账号下的评论清理策略，这净化了网络环境，对 B 站自己的发展既然这么有利，那么各大平台上线这种审核策略就是迟早的事。而且此种策略可以让平台不会再产生多少政策风险，因为稍有风向不对的评论都不会被允许存在。这么厉害且有效的一套系统，可以看得出来是非常专业且聪明的人设计出来的，而且还在不断迭代。阿瓦隆的特性用一句非常中二的话总结，叫做不可视态上帝。普通人无法感知自己被阿瓦隆了，因为阿瓦隆有着无提示仅自己可见的特性，或者提示你发成功了，但仅仅是前端渲染，后端并未存储。它的可恶之处并不是随便吞内容，而是利用障眼法、信息不对称来暗中损害用户的利益。比如某个视频的评论被系统识别为不良内容，不会告知评论者，会暗中让这条评论变为仅评论者本人可见。这样表面上评论者的视角来看，以为自己成功发布了，而实际上根本没发出来。这意味着你在互联网所有的交流都可能无效化。试想以下情况：一个发表一个观点，实际上可能是错误的，只不过所有反对他的都被阿瓦隆了。一堆发表同一个观点，实际上可能是错误的，只不过其他发表相反观点被阿瓦隆了。一个发表一个观点并给出了证据，实际上可能是错误或者片面的，因为证据是假的证明，或者相反观点的证据都被阿瓦隆了。你以为自己成功地反驳了别人的观点，实际上并没有，别人并看不到你的回复。你对于某个观点有着非常硬性的证据，但你没有任何办法在公开平台上展示这个证据，即使你想通过非公开平台或者好友形式展示，也很快被阿瓦隆了。这样下去，互联网就只剩下了隐瞒和欺骗。我发现了 B 站的一个惊天大秘，竟然吞评论了。当我写上这个词的时候，发送，现在还看到是吧？但是如果我刷新一下，你就会发现不见了。我的天哪，我还是不敢相信。于是再去试一次，真的不见了，搞得我汗毛竖立。除此之外，比起传统黑名单，阿瓦隆该更难被探知规则，因为其有着极强的大数据分析和模糊规则，评判标准甚至不是你发的评论，而是视频、账号、频率等多元素相关。好笑的是，基于这个模式，有时候阿瓦隆不太在乎你的论点的，他可能会一视同仁，支持者和反对者都会被阿瓦隆，在这件事上他十分公平。阿瓦隆可能还有着硬指标做业绩，
比如阿瓦隆硬性规定只留50%，即使所有言论都是正常的，也会只有50%。不懂这个机制的网友就活该被蒙在鼓里。因此，在有阿瓦隆的地方，绝大部分交流都是没有必要的。20年前，你可以通过网络看到更广阔的世界；20年后，你只能在网络上看到你自己。合理推测，目前 B 站应该是对于关键词敏感度这块有一套算法，不是简单的对照敏感词库来删评论，而是会根据当前的稿件内容判定是否存在敏感信息，然后拿这个绘画综合敏感度的值去和视频本身的固有敏感度进行对比。如果这个值太高，就会直接进入上文所说的先审后发模式，你们之间的对话会被全部隐藏，全都得过审之后才能放出来。如果这个值没到那么高的程度，那就会走正常先审后发的模式，看你的回复里有没有关键词来决定是否被隐藏。这个正常先审后发模式可能也要根据综合敏感度的值来具体细分级，根据分级的结果来决定触发审核的具体关键词。事实上，阿瓦隆系统压根指的不是删评论，而是一整套系统。不仅 B 站，所有的社交网站都有，可以概括为8个字：先审后发，仅即可见。这个系统的删评机制在有意无意地屏蔽其他声音，引导声音向一个方向走。你会发现你很难发出不同的声音，在相关话题下，你的发言很多时候只有你自己可见。当然，在你这边它永远显示发布成功。判断方法也很简单，评论完成后等一小会，点击右上角的倒序查看，如果显示出你的评论了，说明真就发出去了；如果没有，那它就是骗你了。也就是无论是回答还是评论，发出去成功都是假的，其实都需要先经过审核才能真的发出去。但是没通过审核也不会有任何通知，因为这种时候是仅自己可见的，你只会以为没人看自己的内容，不知道自己其实没发出去。也就是说，你甚至不知道自己的评论没有发布成功，想申诉也就更不可能了。实际上，这个系统在培养一群他认可的用户，并只让他们发声，除此之外的声音发不出去。阿瓦隆系统在技术上或许有亮点，但是从设计上说，可能和弘扬正能量的初衷是相悖的。把 AI 技术用在网络清朗上，无异于饮鸩止渴。这套系统看上去能消除负面信息的传播，但是结果是加快了互联网的造梗速度。因为人类的自然语言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尤其是中文，可解读的空间是极大的。首先是谐音合同假字识别、散兵、答辩、土土、谐音、润，人很快就能意会出来。AI 则需要更长的一版学习时间。就在你的 AI 通过了图灵测试，和人一样能够识别谐音和通假字，那么网友造梗就会向合法内容侵蚀，比如孔乙己、骆驼祥子、范进中举等语文课本上的信息，这些中性内容会被侵蚀。如果 AI 再进一步能够识别中性内容中的梗，那网友造梗就会更进一步侵蚀到正能量内容，比如复述陈平或张维维的原话。2006年，美国法学教授凯斯·桑斯坦出版的著作《信息乌托邦》中提出了信息茧房的概念。他指出，在互联网时代，伴随网络技术的发达以及信息量的剧增，每个人都能随意选择关注的话题，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打造一份个人预报。但这种信息选择行为将会导致信息茧房的形成。他所谓的信息茧房，是指传播体系个人化所导致的信息封闭的后果。当个体只关注自我选择的或能够愉悦自身的内容，而减少对其他信息的接触，久而久之，便会像蚕一样逐渐桎梏于自我编织的茧房之中。桑斯坦认为，这将导致视野偏狭和思想的封闭甚至极化，进而会加强偏见，并制造出非理性的极端主义，直至侵害政治民主。但桑斯坦提出信息茧房时，算法还是个模糊的概念。当算法技术逐渐发展成熟，并成为内容分发的通行规则之后，人们惊奇地发现，信息茧房似乎更能贴切地描述算法分发所导致信息接收窄化、信息结构失衡的问题。当茧房越来越局促，个人的知识体系和获取信息的渠道就被局限住了，很难获得圈层外部的信息。你接触到的信息都来自于社交媒体、朋友、同事等圈子的直接反馈，圈子会把你的思维禁锢在圈子里，很难去感同身受其他圈层的认知。当该话题在圈子内传播时，自然而然会形成世界都在传播的假象，人就被圈子蒙蔽了。在传统的大众媒体当中，常常出现一种情形，
在一个封闭系统内，一种信息、观念或信念经由反复传播而得到加强或放大，导致与之不同的或者具有竞争性的信息、观念或信念受到审查，被加以否定或无法得到充分表达。如果你听到的都是对你意见的相类回响，你会认为自己的看法代表主流，从而扭曲你对一般共识的认识。这就是所谓的回声式效应。回声式效应在社交媒体上造成的一个结果是过滤气泡的产生。这种高度同质化的信息流构成过滤气泡，从而把相异的观点有效地排斥在外。同志社区的增多不仅减少了跨群体的社区，而且还加剧了调和多样化的利益和世界观的困难程度。落入信息茧房的人，思维会被禁锢，觉得自己才是正确的大多数。在观点碰撞时，看到有人持相反的观点，就会持鄙夷的态度对待，觉得自己才是正确的一方，而对方则是异教徒。如果不知道信息茧房概念，很多人就会持续的受影响，更不用谈自行挣脱了。悲观地说，当信息渠道被控制的时候，你将无法过滤网络信息，形成自己的思想，必然被洗脑。因为你无论怎么过滤，你得到的信息都是不对的。此时的区别只是你朝哪个方向不对而已。诚然，算法对当下现实社会的影响无所不在，并且无比强大。当算法推荐被用于商业领域，有利于细化消费市场，帮助消费者提高效率、节省时间；而当这种模式触及内容分发，牵涉到知识与思想领域，就容易引起人们的警惕。古人常说的忠言逆耳、以史为鉴，是需要负反馈调节来帮助你调整自身的。信息茧房或者说推荐算法，最可怕的就是消除了负反馈调节。一个察觉不到阿瓦隆存在的人，他必然没有能力领着阿瓦隆做有效交流。一个能够察觉到阿瓦隆存在的人，必然会觉得痛苦且不想交流。阿瓦隆还在蔓延以及进化，它的终极目标是让你会被阿瓦隆的想法植入你的内心，让你即使在没有阿瓦隆的地方说话，也会担心被阿瓦隆，甚至可能不单单只是发言，连思考本身都会被阿瓦隆影响。直到有一天，其实根本就没有阿瓦隆，或者到处都是阿瓦隆。我发现一个很神奇的问题，就是这一个讲男女吵架的一个视频，我看到的是这样的，我转发给了我媳妇，然后我媳妇看了评论之后又艾特了我，然后我们的评论区，我的评论区这个是他艾特我的，除了这一个以外，其他的看我和我老婆吵架，中途他唱了一首《荷塘月色》都不知道，还有吵架的时候《岳阳楼记》他都不会发现，全是站在男生的观点上，这就是最前边。而我媳妇的最前边的，到底为什么这么多视频大肆宣扬女生？上面这也是前边的1.6万想吵架的转发，就这都是站在女生观点的，好神奇啊！评论区竟然可以区分男女。与此同时，网信办和公安部两个部门共同起草了一份《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于7月26日正式公布。征求意见稿提及的国家网络身份认公共服务平台已有移动端版本推出。国家网络身份认证 App 于1年前上线，最近已在多个应用商店上线。申领之后，用户会得到一张虚拟的网络身份证。目前，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正处于试点阶段，已上线试点 App 和场景共67个，包括部分政务 App 和互联网 App， 如国家政务平台、中国铁路12306、淘宝、微信、小红书、QQ 等。据悉，该应用可以获取设备多项权限，如拍摄照片和视频、录音、读取共享存储空间中的图片文件、修改或删除共享存储空间的内容，拥有完全的网络访问权限等。这个办法相当于给每个人办理一个网号网站，当然是拿着身份证去办理了。办完之后，你想上网就得凭这个东西了。清华大学刑法学教授劳东彦认为，网号的推行可能使个人在网络上的所有痕迹，包括浏览的痕迹，被一网打尽的轻易收集，就相当于给每个人上网时安装一个监视跟踪器。一旦有关部门不允许个人使用相应的认证服务，个人使用网络的权利便会受到限制甚至剥夺，丧失包括在网上发言、评论与获知信息等自由。这个东西类似于疫情期间的健康宝，治理思路上如出一辙，只不过是将通过健康宝的社会管控日常化与常态化了。这就意味着你上过的每一个网页、发过的言、留下的每一个痕迹都是可以去追溯的。
讽刺的是，劳东燕这条关于网正网号的微博被删除后，他本人就删帖发表质疑，随后这条质疑微博也被删除了，让人不禁想起了2012年申大妈接受采访时曾说：“我有个想法，网也应该有人管，不是谁想弄就能弄，就跟人民日报一样，外国那些人那是瞎弄的，咱不能这样，咱要按照原则去弄，不要好的弄成坏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个网你谁想上就能上，还是要组织批准呢？”自打本朝有网络以来，每一次出台与网络相关的政策，无一不是以为了你的安全开始，也无一不是以一再收紧收尾。2013年9月1日实行手机实名制，但短信诈骗并未减少。2017年6月1日实行网络实名制，网络犯罪反而越来越多。也有网友追忆，上网政治盘大棋早在4年前2020年乌镇互联网大会就已经开始布局了，只是当时谁也没注意到。不过提出网政建议的代表贾小亮遭到了人肉开河的。8月2日，山东潍坊市民付文先生就国家网络身份认证 App 上线运营，向北京市东城区法院起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理由是目前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管理办法目前仍处于征求意见阶段，公安部却依据一个尚未生效的法规实施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此举引发了对法规实施合法性的质疑，也反映出公民对网络身份认证政策的关切。随后，一名网友就网正网号管理办法在公开征求意见系统中提交自己的意见，有网友号召大家参与提交建议。截至目前，微博上多个网正网号相关讨论话题被封禁。8月3日，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黄玉生就网正网号发表看法：中国式现代化不能是编糊其名，我们的现代化应该是国民的自由、言论、思想自由多于西方国民的自由。一个国家如果总是试图把国民变成透明的国民，可以随时定位的棋子，这个国家不可能成为有活力和创造力的国家。目前，黄玉生已被微博永久禁言。8月6日，劳东燕发文称，第一次被体制内部门组织安排下位的人转发对他的大字报，原因是公开征求意见的某办法提了反对意见。目前，劳东燕的微博被禁止关注。对于网络空间的管理，难的永远不是技术，而是社会伦理。一边是透明化的上网，一边是不可知的删屏，很赛博，很梦幻。最后，用大家最喜欢也最常用的一句话来结束吧：哪有什么岁月静好，都是网信办在为你负重前行。